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摄影师，我觉得他是非常适合现在 IG 这个时代的一位摄影师。广为人知的作品都是以正方形为比例的。You know the jungle has its rules, and I just gotta keep it cool. 因为月月不知道我们今天要聊的摄影师是谁，所以我想说，我这样讲讲，看他会突然想到我要讲的是谁。原本是用那个大部分都是用那个腰屏那种双眼的相机在拍摄，然后都是正方形的照片。有很多摄影的风格都会给他一些名词嘛。那从我刚开始学摄影的时候，日系写真就代表了某一种类型风格感觉的照片。那样子的代表，除了青山玉器之外，我觉得最能够代表那种风格，大概就是今天要介绍的摄影师。所以你有点感觉出来了吗？是冰田一鸣吗？不是冰田一鸣，今天要介绍的摄影师是川内伦子。所以川内伦子你知道吗？知道。对，他在2002年拿过木村兵卫赏，那也算是日本写真圈的大咖。那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是他其实跟可能像森山大道啊，他们都算是同级的那种，对，同 level 的。他的照片就算是定义了早期台湾人所认知的日式写真吧。所以我觉得他对台湾的摄影师或者是摄影爱好者来说，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所以你对那个川内的照片熟吗？还蛮熟的。就是直接就蛮熟的，那应该就不用给你看太多了。反正他到现在依然都是他的 IG 账号，其实没有太多的人追踪，但是他一直有在放一些他最近生活上面的照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会把他的 IG 账号留在下面，因为他一直都拍方形嘛，我觉得非常适合就是放在 IG 上面，简直就是为他而写。IG 就是，可是我自己看他的 IG IG 跟他作品是完全不一样。我刚他 IG 很生活，对，很生活啊，所以我说很生活啊。然后跟他作品的那种带给来的氛围又有点更贴近，应该是没有挑过的关系吧？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川内在创作的时候就是今天主要想聊的部分就是他在拍摄的时候他并没有太特别的去选材，他比较会在生活中捕捉一些，就是一些很细小的。可能对，就是一些小的物件，比如说可能睫毛或者就是停在手上的昆虫这就像很多我们会拍照的时候都一样，就是你可能拿着手机，或者是你拿着你的相机，你出去在拍照的时候，你会依照你自己的喜好跟你自己的生活经验或一些美感，那你就会捕捉一些你觉得有趣有意思的东西。那川内的作品也是大概这样子，就是你看他的照片，如果你今天不是用摄影机的方式去看他的话，你可能会很难找出一个脉络，就是你会觉得，他好像什么都拍一点，拍一个水波纹，然后拍一道光洒在那个地方，然后可能会拍我们这个 OK 的牌子，或者是其实他自己有讲，他的脉络是编辑摄影机才有的。我觉得这是刚进入摄影玩家比较不会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选照片，然后去做编排。然后，所以我觉得在看川内的作品的时候你看网络上单张的照片是看不出川内的想要表达的东西，对。但川内的作品，我觉得是一定要看摄影机的。他可能就是我每天出门拍照，然后我就拍了很多东西。但是他的重点不在于说他拍摄当下他是不是要拍这个东西，而是在事后回来之后呢，他在选择照片的时候，他怎么去选择他要什么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依照他想要给这些作品的一个主轴，编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摄影作品大家可能感觉比较不像电影或者是戏剧，它是有剧情的。然后它是会有一个时间轴带着你往前的，所以你必须要去思考，就是你怎么去安放这些东西。那关于这一点，其实川内有聊过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他有提过，就是电影跟影像类的东西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它就是有一个既有的时间轴在，所以你会被这个时间轴带着走。所以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一定是照着它的剧情往下看。天哪！少数除了会逆转的东西以外，不要爆雷。后面那个人没看过，好，没死吧？我跟你讲那个，我跟你讲就是主角最后会老死吧？应该会老死，我不知道啦。对，他想要老死。所以你刚才讲说，比起电影那种，他更喜欢书籍的感觉。因为书籍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什么时候看什么，你可以决定你翻书的速度，可以决定你现在要看第几个 chapter。电影就是一定要照电影，大家是一样的。
就是你可以不能用你自己的节奏去看电影。没错，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想要看怎么样好好的编排摄影机的话，我觉得川内算是一个蛮可以入门的摄影机。如果你大概可以，我觉得我自己在学摄影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就是有人告诉你说为什么是这样。我觉得你可以花点时间慢慢去感受，你觉得他为什么他想要这样子。对，那你不一定会得到一个，就像我们在跟玉琪访谈那一次，就是我的观念一直都是，我觉得我不一定要知道是他可以正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觉得可以从他的摄影集中你找出一点点它的脉络，然后呢，你把它换成你自己的想法，你用你自己的角度去诠释，然后你来编排你自己的摄影集，我觉得是不错的一种做法。他的东西，然后跟你的经验做结合，你才能找出一个你能用的东西。有提到嘛，在我一开始学摄影的时候，就有很多论坛上其实都会有大量在分享川内的照片，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些文章中，其实真正去探讨说川内拍摄内容的人是相对比较少的，大家几乎都会着重在色调，还有一个一讲出来大家就会有共鸣感的东西，就是空气感。哦，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变成日系的，有点专有名词的。最近嘛，我想10年前10年前我刚开始学摄影的时候啊，大家都在追求空气感，追了10几年了，还在追求空气感。滨田一鸣之前被讲说他是空气感摄影师，然后他自己也很纳闷。对，就是空气感这个词在台湾的摄影圈，我不知道在我之前已经热了多久。我自己带是蛮多，到现在还看得到这个词。对，我们差了大概有好，我们差了大概10几年的那个，就是我们在刚踏入摄影的时候都在红空气感，就知道这个名词其实已经好久了，很久了。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很多时候在捕捉照片的氛围上，大家在看照片的直觉就会看到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但我觉得川内的作品，它真正重要的点，当然它的色调跟它的呈现的氛围是很美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它的选题跟选材，还有它编排，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部分。川内轮子它有一个创作核心是，他想拍下的是人与人共有的相通意识。其实玉琪那时候也有讲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经验嘛，就是那时候讲的是经验嘛，就是他从玉琪的东西也是从很多生活经验中，所以他想要就是像我误解的尝试。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川内的东西都是很日常的东西，应该都是你见过的东西，只是他用他的视野去看待那样的东西，让你唤起了对于看到那个东西的既视感嘛。就是会从他的作品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嘛，共感吗？共感吧，我觉得共感那种词。所以你有提到嘛，就是米津的音乐，他有提到类似的事情。米津玄师他有提到类似的事情，就是他在早期的作品可能个人风格比较强烈，可是他一直演变他的音乐都是希望说能让所有人都可以听，然后所有人都有感觉。我觉得这件事没有绝对的对错，就是有些摄影师是他把自己的情绪或是自己的个人东西做很强烈的表达，他一样可以去感染其他人。那我一开始在选材的时候就做一个比较有共感的题材，这也是一种方法，所以都是方法，只是说我去思考说这会不会跟他的成长背景或是日本的美学有关系。的确，我觉得川内的东西影响到日本的美感也蛮多的吧。不管是他受到日本，对，都相或者是他影响到，对，可能跟像深山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但是的确，我觉得是连接性是比较强的。就是我们聊一下那个川内作品中，我觉得川内作品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关于死亡的描写。那这一段刚其有录过，但是呢，小黑觉得我讲的很烂，所以小黑叫我重讲。生死，不只是哦，对，生死，看他就是很喜欢，他就是一直对总监一直在后面就是一直不停的改我的稿。小黑讲了一点，小黑更中立。对，小黑讲了一点对，就是小黑觉得，我直接说小黑觉得，就把那个小黑觉得剪掉。就是我觉得川内的作品中，他的生死，他是比较不带情绪的在描写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观看者很容易用自己的情绪去带入他的作品，去从他的生死的作品中看到自己对于生死的感觉。就是因为我看待生死，我觉得我是偏向比较冷感的人，就是因为我是念生科的，所以我可能一直以来对于生物的
出生到死亡，它就是一个自然界的循环。那就没办法，你会过不去。就是我比较情绪化一点。那你在看川内轮子的话，我就会真的好像觉得好像有很浓的情绪在里面。对，那我看了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旁观的角度，所以我觉得你看，光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两个在看川内关于生死的照片的时候，就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我觉得小黑讲的很对，就是他其实是可能比较不带情绪的在描写一个既有的现实，就是他就是生，然后他就是死，那他就是反正他就是记录这个东西，然后呢交给观赏者，用他的观点去交给观赏者自己去解读。那你会把自己的情绪带入到他的作品里面，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对，也许他的作品可以作为一个载体，然后去承受了观赏者的情绪，然后再把它转化成你想要解读的方式，然后你就会对于你自己心中川内有一个你自己的见解。假如这样讲可以吗？可以，非常棒，非常棒。谢谢总监。如果扭的还不错，对，扭的还不错。蛮希望就是现在你如果看到这频道刚开始学摄影的话，我觉得有机会真的是不要只透过就是网络上的照片去看川内的作品，有机会现在台湾有很多卖摄影机的书店嘛，像那个 Moon 上面应该有蛮多川内的摄影机，超多。那你可以在 Moon 的网站上稍微翻一下那个就是川内的就是作品，然后如果有喜欢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它现在有实体店面嘛，你可以在实体店面稍微走一走，然后稍微翻一翻，如果有的话，不然我觉得有机会可以买一下川内的作品，我觉得一定会得到一些启示的想法。图书馆应该也都找得到啊，对，他的摄影机图书馆基本上应该都找得到，所以你可以去图书馆找，不要忘记还有图书馆这个东西。推荐。没错，就是有机会看一下实体作品。我试试没？这样结束了。总监这样给过吗？给过，哪次不给过？哪次不给过？